欢迎各位来到 NPC 频道。一名年龄只有9岁的女孩惨遭恶徒强奸杀害，女孩在死之前还遭到非人道的手法凌虐致死。今天要说的这宗案件就是发生在1987年的马来西亚无头公案洪美凤事件。当时的洪美凤在侨南小学就读3年级，她学习成绩优异，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，她就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孩。洪美凤在众多兄弟姐妹里排行老2，他们家住在吉隆坡怡保路，家里经营着一家肉骨茶店。1987年的吉隆坡民风比较淳朴，邻里的街坊大多数都是互相认识的，所以在当时候小孩独自或者结伴到处游荡并不算是什么大问题。1987年4月12日的早上8点30分，洪美凤和哥哥10岁的洪耀天向母亲要了一些钱，跟着就结伴外出到附近的档口买糕点。不巧遇上档口没有营业，兄妹俩就打算到附近的巴沙逛一圈。途中哥哥突然感觉肚子不舒服，于是他就叮嘱洪美凤在原地等他上厕所回来。说完，哥哥就一支箭似的跑了回家，只留下妹妹一个人留在吉隆坡敦拉萨路17楼祖屋。10分钟后，哥哥回到了约定好的祖屋现场，可是妹妹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一向乖巧听话的妹妹不可能无缘无故就离开了原地，她尝试在附近寻找妹妹，可是最后还是不见妹妹的踪影。心急如焚的她马上跑回家通知了父母。父母得知爱女无故失踪后十分焦急，虽然洪美凤当时只有9岁，但是她从小就特别听话，而且做事也很有交代。父母深信女儿不可能在没通知哥哥的情况下就擅自去了别的地方。洪家一家人立即动身前往哥哥指定的地方寻找洪美凤，一些热心的邻居也义不容辞加入了寻找洪美凤的行动。但是2个小时过去了，依然没有任何洪美凤的消息。很多人都认为女孩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。3个小时过去了，父母依旧没有放弃寻找，尽管他们也深知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找回女儿的机会也越来越渺茫了。这时38岁的母亲杨玉清在距离现场数百米的废弃屋里找到了洪美凤。当时废弃屋的大门正好没有上锁，杨玉清推开门后，顿时就被眼帘下的恐怖场景吓得魂不附体，差点当场晕厥。眼前的爱女正静静地躺在血泊中，全身赤裸的洪美凤双眼圆睁，颈项被一条电线勒着，在她身上到处都是被人凌虐过的痕迹。最令人发指的就是在她的私处还插着一根长达26公分的木棍，血肉模糊的伤口使得家人当场就崩溃了。37岁的父亲洪成富急忙把女儿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，可惜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几个小时前还活得好好的一个小女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法医验尸报告显示，洪美凤生前曾经遭人强奸和击剑，她的颈项、下体、胸部以及身上其他部位留下了8个不同的成年人齿痕，这就证实了洪美凤生前遭到了至少8个人的凌虐。这8个人侵犯了她之后，再用极度变态而且惨无人道的手法将她弄死。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插入死者私处的木棍不但有铁钉和铁片，木棍从私处插入后更是贯穿了死者的内脏，然后直插入心脏。洪美凤惨死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社区里，民众纷纷向警方表达了他们对凶徒的恨意以及对自身安全的担忧。当时这宗惨案既没有监控画面，也没有目击证人，更别提当年的 DNA 检测技术了。警方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搜证后，把凶手锁定为一个会说但米尔文的华裔男子。随后警方逮捕了3名都各有案底的嫌犯协助调查，其中1名嫌犯懂得说但米尔文，而另外2名嫌犯则是肉骨茶店的熟客。警方为此案件特意寻求了牙医专家的协助，以石膏模型印取了3名嫌犯的齿印来跟死者身上的齿痕做比对。可惜最后警方还是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了全部嫌犯。由于案件的调查工作一直停滞不前，
警方唯有悬赏1万令吉给任何能够提供凶手情报的人，而随后这笔悬赏金更被加倍至2万令吉，但案件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。许多民众开始为洪美凤命案发起了纠察行动，他们纷纷举办义卖活动来为悬赏金筹款。一名老渔夫甚至愿意出高价聘请巫师来为洪美凤击凶。洪美凤的父母见警方迟迟未能破案，一度陷入绝望。他们曾经想借助鬼神的力量来帮女儿复仇。据说，如果让死者穿上红衣下葬，就能加深死者的怨气，从而化为厉鬼，然后就可以找到杀害他的人进行报复。但最后经过老人家的劝告，为了让女儿能够安息，父母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就在警方为此案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当地报社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信。信中的字体歪歪斜斜的，很明显就是有人为了掩饰身份而故意为之。自称是凶手的人在信里透露道，当天警方在案发现场搜证的时候，他也在场。他看着警方认真办案的样子，一度考虑过自首，但最后因为害怕而放弃了。这个写信人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，案发当时他因为精神疾病发作，所以才杀害了洪美凤。他承诺，如果民众愿意原谅他，他就会现身自首。不久，报社又收到了第2封信。这个人又说，其实凶手并不是如警方推测的有8个人，从头到尾凶手就只有他一个人。到了第3封信，这个人居然胆敢向警方索要30万令吉的安家费，否则他就永远不现身自首，好让案件变成一宗悬案。他甚至威胁警方，如果收不到钱，那他就会继续残害其他的孩子。可是后来很多报社都同时收到了一封澄清的信函，那封澄清信函里的内容大概就是说，之前的3封信件都是纯属虚构，原因是写信的人不满意当时的报馆一直炒作洪美凤命案。此后关于这宗案件就再也没有新的线索出现了。许多家长都担心他们儿女的安全，家长们都不让儿女独自外出，而且尽可能亲自接送他们上下课。久而久之，案件就冷却了下来。洪美凤的家人把肉骨茶生意搬离了原本的地方。每当有人问起当年的悲剧时，父母都会回忆起女儿死时的惨状。哥哥洪耀天对妹妹的死也一直都耿耿于怀。在他22岁那年，他便因为肝病而去世了。34年过去了，凶手依然逍遥法外。当时写了那3封匿名信的人是否就是凶手？由于警方追查不到写信人的身份，所以至今洪美凤命案依然是一宗悬案。这宗案件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期故事再见。